温顺的鲸鱼猛地冲出水面，在游客们惊恐的目光里，重重地向观光船砸去。而就在人们拼命逃生时，一群鲸鱼却又像是有预谋般突然出现。以温顺著称的它们，竟开始疯狂撕咬落水的重点。不久后，科学家在鲸鱼发狂的海域找到一种奇怪的螃蟹，用电锯切开螃蟹的壳后，科学家发现螃蟹体内全是一种诡异的白色物质。科学家小心翼翼将白色物质吸出，滴在玻片上，紧接着放入高倍显微镜，再注入血液观察。更加惊恐的一幕出现了，这些白色物质竟在迅速杀死血细胞。而经过分析，白色物质是一种深海细菌，理论上它根本不会对动物产生任何伤害。但眼下似乎突然发生了某种变异。为了找出鲸鱼们集体暴走的原因，科学家维鲁斯来到了一家轮船公司，因为对方在最近出海时也遭遇了鲸群的袭击。但幸运的是，他们最后不仅成功逃生，还反杀了一头。维鲁斯此行正是想借用这只鲸鱼做解剖。轮船公司老板得知维鲁斯来意后，非常痛快。他不仅答应了维鲁斯的要求，还告诉维鲁斯，他们这次还带回来了许多没见过的扇贝。维鲁斯很感兴趣，当即前往，见到了满是扇贝的轮船。一旁的工作人员介绍说，出发前船体还干干净净，但只航行了2天，船底就被这些扇贝完全覆盖。Mind if I? We've got plenty to spare. 维鲁斯将扇贝带回了实验室，同事感到很不可思议，因为这种扇贝成年体也只有指甲大小，但维鲁斯带回来的扇贝大小却足足比拳头还大，而且以它们的繁殖能力，根本不可能2天就把船底覆盖满。就在维鲁斯疑惑时，另一个同事突然发现，这些扇贝也在分泌一种白色物质。维鲁斯要同事将这种物质拿去分析，自己则开始对鲸鱼进行解剖。而刚开始并没有异常，但在解剖到鲸鱼大脑时，维鲁斯却发现了一个凝块，里面同样也有白色物质存在。而经过分析，鲸鱼和扇贝体内的白色物质与螃蟹是同一种深海细菌。可海洋动物们是怎么接触到这些细菌的呢？维鲁斯把目标放到了鲸鱼身上，因为当前时间鲸鱼正在洄游，很容易找到。找准地点后，维鲁斯直接穿着泳衣就跳了下去，而鲸鱼们正在倒立沉睡。维鲁斯直接找准一头，将监视器贴在了他身上。可他才刚放好，所有的鲸鱼居然全部苏醒了过来。见事情不妙，维鲁斯赶紧解开负重。维鲁斯拼命向上爬，终于被同伴们救起。一行人逃脱升天，回到研究所，鲸鱼身上的监视器也传来了画面。只见鲸鱼诡异的下潜到了他们平时不可能下潜的深海，而他们前方有一个不明物体在微微发光，像是在传递某种信息。